大家好，欢迎观看信息局外人。有时候一个小动作能暴露一个社会的深藏结构，比如在一条乡间小道上，一场普通的会车纠纷，怎么就变成了全网狂潮？女司机下车亮证，随车人准确地说出了对方的姓名和住址，一切都不违法，但一切都让人心寒。这不是权力滥用，这是权力感在日常释放。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社会中看不见但能让人沉默的那只手。这起冲突表面是会车纠纷，但升级的导火索是一份带有行政执法字样的证件，以及对方精准报出家庭住址，亮证不违法，报地址也不违法。但为什么让人毛骨悚然？因为它让人觉得你在公共空间里没有退路。这是典型的微观特权结构，权力不一定显性存在，但它随时能显性化。一张证件、一个身份、一次言语就足以扭转对峙地位。引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惯习概念，身处特权结构中的人会将特权内化为一种应当拥有的气场。本质上，这不是一次违法操作，而是一场关于谁在公共空间中更有力量的博弈。普通人遇到堵车会争吵让路，但有些人下车后先亮个证，让你自动收声。亮证解不是要用证件行权，而是要制造我有权的感知，这叫次生权利。这种行为比直接违法更微妙，也更常见。医院黄牛大喊我是熟人，物业贴了条某车主说我家是派出所的，甚至商场保安遇到纠纷时对谁更礼貌，取决于谁看起来更像有背景。这些行为不是系统规定的滥权，但构成了民间对权力的感知不对等。事件中另一部分恐慌来自一句话：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和住址？尽管后续证明两人是亲戚，但这种信息掌握的冲击感来自于普通人对信息与权力挂钩的天然恐惧。在数字时代，知道一个人的信息就意味着掌握主动权，你能举报他、威慑他，让他不敢反抗。所以你是谁，我知道，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压迫，这其实是社会信任崩塌的副产品。官方已经明确，该女司机不是公职人员，证件是丈夫留下。问题是，她为什么觉得可以用？因为在社会经验中，亮证往往有效。因为权力的边界在现实生活中太模糊，我们的社会太习惯看脸办事，权力并不总靠规则支撑，更多靠认知和暗示。所以，亮证不需要真用来执法，它只是一次社会性表演，一次小范围的权力快照。中国的关系型权力结构下，社会习惯用身份标签作为效率工具。你是谁，往往比你做了什么更重要。所以，你见过这种亮证行为吗？你身边有没有人喜欢在生活中秀身份？在这场看似普通的会车事件里，我们看到的是，权力并不总是在庙堂之上，它也常在牌照、口音和一张证件。而当普通人开始恐惧这些生活中的特权感，社会的信任结构就真的出了问题。欢迎你在评论区说说，你是否曾经在生活中感受到这种说不出的压迫感？好了，这期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请关注、点赞、转发、收藏，咱们下期再见。